不，这个表好像是换了一个新的表。这个表虽然说黑框有点大，但是看起来还行。哎，这个600级还是有点重的。哦，排气管声音好听得多。走起，脚踏位置更靠后了，脚踏位置变高了。脚踏位置相对于就是那种纯街车坐姿来说，稍微还是要高一些。脚踏位置，发动机很顺。它这个不许骑出去，我还是想把它骑出去外面。2档，哎，想把它拉出去，很轻，感觉没有什么很重的感。等一下，悄悄的把车拉出去吧。这个4缸车600cc 的动力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很充沛的。说给油它就有油，然后震动也不大，震动很小。但是这个车有个问题，它的油箱太宽了，就是加起来不是很舒服。这个油箱太宽了一点，加起来不是特别的舒服。但是它骑起来就是很轻，也不是说很轻，它还是不是那种很轻很灵活的那种骑行的感觉，但是它相对来说已经不算重了，就是相对于以前的那个龙6啊那些来说，相对来说它已经很轻便了，已经不重了。你要说操控嘛，它不算是那种就是指哪打哪的那种手术刀的一样的操控，但是它在弯里面的感觉已经不会是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了。这个排量大就是好啊，一点都不脱档，好事情。去找一个，去那边那条直路上试一下刹车。ABS 介入，但是它介入刹车力度很强，但是它的打脚的感觉没有那么强。它这个 Brembo 的这个卡钳和它的上泵的配合还是很好的，就是这个刹车给我的感觉还是很好的，很有信心。而且它这个刹车感觉捏起来很有韧劲，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就是扯往，就是往后再推你的那种刹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以。但是它这个在转速拉上去以后，你的脚踏，它这个铝合金脚踏上面没有橡胶垫，在你的脚踏上面还是会有一丢丢点那种酥麻的震动，还是会有一丢丢点，就并不是说那种完全一点震动都没有，像坐在一朵云上那种，不是，它还是会有一点酥麻的震动，但是这种震动其实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接受。然后那个唯一有一点就是，我感觉它的这个减震，就是这个减震它，你说它
硬吧，它又会有一点弹跳，你会感觉这个减震有点蹦，它那个韧性有一点。就韧性有一点不太够，它没有完全撑起来这个车，你会感觉它有点蹦，也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减震在蹦，有可能是坐垫在蹦，这个坐垫偏软，就是你会感觉这个车它没有那种那种完全运动车的那种一下下去它就到底的那种，它不会给你多余的弹跳的感觉，但是。你如果又要说舒适性的话，它又相对来说会没有那么软，就它软的还不够多。所以说这个车的话，它就取折中点，但是它取的折中点取的感觉不够好，它的这个折中点取的，它应该相对来说就是要么就再往硬的调一下，要么就给它再软一点。它这种屁股像这种连续过坑的时候，屁股会直接蹦起来，屁股会离开坐垫，感觉不是很好。其他的方面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个车以这个价位来说，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反正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一个选择。好的，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全新的这一代的赛600啊，这个外形就是之前最受诟病的外形，其实已经改掉了。就是虽然说它没有那么惊艳，但是总归它还是变得相对比较好看，比较让人可以接受了。然后呢，就是它的整个骑行性能啊，这些质感，相对于上一代来说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总归是在进步吧。这个车的话，我的评价是还不错，毕竟它是唯一的你在这个价位可以买到的4缸的仿赛，就没有，或者说跑车就没有比它更便宜的，就是它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所以说，如果说你是一个4缸爱好者啊，这个车的话你是可以考虑的，就骑行感觉也还好，然后配置的话也就国产天花板水平。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就是去试驾一下，去感受一下，看一下这个车，到底适不适合你，就是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感觉，或者说符不符合你的需求，那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决定就可以了。最后呢，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咱们下期再见。